胡麻子也因为消耗了大量的灵力，脸色苍白，踉跄着后退了几步。陈平抓住机会，斩龙剑一挥，朝着黑风老妖的胸口刺去。黑风老妖被老者的惨状分神，没能及时避开，被斩龙剑刺中，口吐鲜血，倒飞出去。我们走！陈平大喊一声，拉起胡麻子，朝着密室外冲去。黑风老妖和那个老者想要追赶，但却因为伤势过重，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平和胡麻子逃走。陈平和胡麻子冲出黑风寨，一路向西，朝着九盘山的方向逃去。他们知道黑风寨的人很快就会追上来，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逃出黑风寨数十里后，两人在一处隐蔽的山洞中停下休息。胡麻子脸色苍白，刚才强行催动符转，让他灵力消耗过度，此刻连抬手都有些困难。你先调息，我来警戒。陈平将一颗补气丹递给胡麻子，自己则走到洞口，神识铺展开来，警惕着周围的动静。黑风老妖和那个神秘老者的实力远超预期，尤其是后者气息之强，几乎接近画地仙境五品了。若不是胡麻子借助先祖符传出其不意，恐怕他们很难全身而退。陈平，刚才那老者真他妈厉害，若不是我有先祖符箓，再加上自身实力在慢慢恢复，刚刚怕是就被弄死了。胡麻子吞下丹药，运转灵力恢复着，声音带着一丝虚弱。应该是黑风老妖的师尊，修为深不可测。陈平眉头紧锁，九盘山外围的一个山寨竟有如此强者，看来这九盘山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。他想起狼妖的话，黑风老妖参与过围攻胡氏一族的行动，而那老者作为其师尊，恐怕也脱不了干系。更让他在意的是，老者提到黑煞魔宫也参与其中，这意味着胡氏一族的灭族很可能是多方势力联手造成的。等我恢复些力气，我们就去下一个势力探查。胡麻子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，不管牵扯到多少人，我都要查清楚真相。陈平点头，正欲说话，忽然神色一凛，有人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洞口外便传来一阵破空之声，三道黑影如同鬼魅般落在洞口，挡住了去路。为首之人身穿黑色长袍，面容被兜帽遮挡，只露出一双闪烁着红光的眼睛，正是黑煞魔宫的人。陈先生，胡大师，别来无恙啊。黑袍人发出沙哑的笑声，声音如同磨砂纸摩擦般刺耳。魔女殿下有请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幽月终于忍不住了，陈平握紧斩龙剑，体内灵力悄然运转。他派了多少人？对付你们两个，我们三人足矣。黑袍人身后两人上前一步，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竟与幽月不相上下，显然是魔宫的顶尖高手。胡麻子强撑着站起身，将族长令牌握在手中，令牌上的白光与他体内的灵力呼应，让他精神稍振，想让我们回去。先问问我手中的符篆答应不答应？不知死活。左侧的黑袍人冷哼一声，身形一晃便七至近前，五指成爪，带着浓郁的魔气抓向胡麻子的咽喉。这一爪速度极快，爪锋未至，腥臭的魔气已让山洞内的空气变得粘稠。胡麻子不敢怠慢，将仅剩的灵力注入族长令牌，令牌爆发出耀眼的白光，形成一道光幕挡在身前。当的一声脆响，黑袍人的爪尖落在光幕上，竟激起层层涟漪。胡麻子只觉一股巨力传来，气血翻涌，忍不住后退半步。米粒蜘蛛也敢光滑？黑袍人冷笑，爪力再增3分，光幕上顿时出现蛛网般的裂痕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金色剑气如同天外飞仙般展至，逼得黑袍人不得不收回攻势，侧身闪避。陈平身形紧随其后，斩龙剑连绵不绝地刺出，将另外两人也卷入战团。你的对手是我。为首的黑袍人终于出手，手中多出一柄黑色长鞭，长鞭如同活蛇般扭动，带着破空之声抽向陈平的面门。
长鞭上布满了细小的倒刺，闪烁着幽绿的光芒，显然淬了剧毒。陈平不敢应接，脚下步伐变换，如同闲庭信步般，陈平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在林间穿梭，左手提着气息萎靡的胡麻子，右手紧握斩龙剑，时不时回身挥出一道金色剑气，逼退身后紧追不舍的黑袍人。为首的黑袍人操控着黑色长鞭，长鞭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时而化作毒蛇吐信，时而化作巨蟒缠身，每一次攻击都带着刺骨的寒意，逼得陈平不得不分心应对。陈平，先不要管我了，你快走。胡麻子挣扎着想要挣脱，他知道自己此刻就是个累赘，再这样下去，两人都会被追上。闭嘴，专心恢复。陈平低喝一声，脚下步伐变换，借着茂密的树林，巧妙地避开长鞭的缠绕。我们既然一起出来，就没有抛下同伴的道理。话音刚落，身后两道黑影已然追至，左右夹击而来。左侧黑袍人祭出一柄骨刃，骨刃上布满了细小的孔洞，散发着腐臭的气息。右侧黑袍人则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地面上突然冒出无数根黑色的藤蔓，如同锁链般朝着两人脚踝缠去。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形势岌岌可危。陈平眼神一凝，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，斩龙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，金色的剑气如同潮水般涌出，瞬间将两侧的攻击震开。趁现在，他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空隙，猛地发力，带着胡麻子冲天而起，落在一棵参天古树的树冠上。黑袍人紧随而至，落在周围的树枝上，形成合围之势。为首的黑袍人缓缓抬起头，兜帽下的红光闪烁不定。陈平，你逃不掉的，乖乖跟我们回去见魔女殿下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幽月派你们来，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吧？陈平冷笑一声，目光扫过三人，他怕我们查到当年灭族的真相，所以想斩草除根。黑袍人闻言，身形微不可察的一滞，显然被说中了心事。为首之人眼中红光更盛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更留你不得。他猛地一甩长鞭，黑色长鞭如同灵蛇般窜向树冠，鞭梢带着尖锐的破空声，直取陈平面门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两人也发动了攻击，骨刃和藤蔓交织成一张死亡大网，朝着树冠笼罩而来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不坏金身启动，一片片金色鳞片笼罩全身。他将胡麻子护在身后，斩龙剑在手中挽出一朵璀璨的剑花，迎着长鞭斩去。当，金铁交鸣之声响彻林间，金色剑气与黑色长鞭碰撞在一起，激起漫天火花。长鞭上的倒刺被剑气震断，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。为首的黑袍人只觉一股沛然巨力传来，手臂一阵发麻，长鞭险些脱手。这是什么力量？黑袍人眼中闪过一丝惊骇，他能感觉到陈平的灵力中蕴含着一股纯净而霸道的气息，竟能克制他的魔气。就在他分神的瞬间，陈平已然抓住机会，身形如同离弦之箭般射出，斩龙剑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，直取右侧黑袍人。右侧黑袍人猝不及防，连忙操控藤蔓抵挡，却被剑气瞬间斩断，剑势不减，直逼他的咽喉。小心！为首的黑袍人惊呼一声，连忙收回长鞭救援。陈平见状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这正是他要的效果。他猛地变招，斩龙剑横扫而出，并非攻击右侧黑袍人，而是朝着地面上的藤蔓丛斩去。金色剑气如同平地惊雷，瞬间将地面上的藤蔓尽数斩断，同时激起漫天尘土。借着尘土的掩护，陈平一把抓住胡麻子，纵身跃下古树，朝着密林深处逃去。想跑！为首的黑袍人怒喝一声，带着另外两人紧随其后追了上去。三人一追一逃，在密林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。
陈平不断的绕路变向，试图摆脱追兵，但黑袍人的速度极快，始终紧咬不放。胡麻子在陈平的护持下，终于恢复了一些灵力。他从怀中取出几张符纸，迅速画出几道风符。陈平，我来帮你。他将风符贴在两人身上，符纸化作一道清风，加持在两人身上，让他们的速度瞬间提升了几分。好样的！陈平精神一振，速度再提几分，与黑袍人的距离渐渐拉开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前方的密林突然传来一阵异动，地面剧烈震动起来，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靠近。不好！陈平脸色一变，他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妖气正在迅速逼近，实力竟丝毫不亚于之前遇到的黑风老妖的师尊。他连忙改变方向，想要绕开那股妖气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头身高10丈、通体漆黑的巨熊从密林中走了出来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巨熊双目赤红，口中咆哮着，显然是被刚才的打斗惊动了。是黑煞魔熊。胡麻子脸色煞白，认出了这头妖兽。古籍记载，黑煞魔熊是九盘山外围的霸主之一，实力堪比化神期修士，性格极为暴躁。陈平心中一沉，前有黑煞魔熊，后有黑袍人追兵，这下真的是陷入绝境了。黑煞魔熊看到陈平和胡麻子，眼中闪过一丝凶光，咆哮着朝着他们冲了过来。巨大的熊掌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拍向两人，陈平不敢应接，连忙带着胡麻子闪避。熊掌落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地面被拍出一个巨大的深坑，碎石飞溅。这下麻烦了。陈平看着暴怒的黑煞魔熊，又看了看身后追来的黑袍人，眉头紧锁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他们。胡麻子忽然眼睛一亮，我有办法。陈平，你帮我拖住他们，我来试试用符篆引开黑煞魔熊。你有把握吗？陈平问道。应该可以。胡麻子点了点头，我先祖的传承中有记载，黑煞魔熊惧怕一种叫做清心草的草药，我可以用符篆模拟清心草的气息，引开它。好，陈平说道，你尽快准备，我来拖住他们。陈平手持斩龙剑，主动朝着黑煞魔熊冲了过去，同时不忘留意身后的黑袍人。他知道自己必须为胡麻子争取足够的时间。黑煞魔熊看到陈平竟敢主动攻击，更加愤怒，咆哮着挥舞着巨掌朝着陈平拍去。陈平身形灵活地闪避着，同时不断地用剑气骚扰黑煞魔熊，吸引他的注意力。黑袍人也追了上来，看到黑煞魔熊，眼中闪过一丝忌惮，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，朝着陈平攻来。一时间，陈平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，既要应对黑煞魔熊的狂暴攻击，又要提防黑袍人的偷袭，处境极为危险。但他并没有丝毫慌乱，凭借着精湛的剑法和灵活的身法，在巨熊和黑袍人之间周旋，始终没有让他们靠近胡麻子。胡麻子则抓紧时间，迅速地绘制着符篆。他全神贯注，将所有的灵力都注入到符篆之中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平的灵力消耗越来越大，渐渐有些力不从心。黑煞魔熊的攻击越来越狂暴，黑袍人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。他身上已经出现了几处伤口，虽然不重，但也影响了他的行动。快好了吗？陈平大喊一声，险之又险地避开黑煞魔熊的一掌，同时反手一剑逼退身后的黑袍人。快了，胡麻子回应道，手中的符篆已经初具雏形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终于，胡麻子将最后一笔完成，手中的符篆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一股清新的香气弥漫开来。成了！胡麻子大喊一声，将符篆朝着密林深处扔去。符篆在空中化作一道绿色的流光，朝着密林深处飞去，清新的香气也随之飘散。
黑煞魔熊闻到清香，动作明显一致，眼中的赤红渐渐褪去了一些，似乎被这股香气吸引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放弃了攻击陈平，转身朝着符转飞去的方向追了过去。太好了！陈平松了口气，终于摆脱了黑煞魔熊这个大麻烦。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，因为黑袍人还在身后紧追不舍。我们走！陈平一把抓住胡麻子，再次朝着密林深处逃去。黑袍人看着黑煞魔熊远去的背影，又看了看逃远的陈平和胡麻子，眼中闪过一丝犹豫。最终，为首的黑袍人还是决定继续追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三人再次追了上去，只是这一次，他们的速度明显慢了一些，显然是对黑煞魔熊的去向有些忌惮。陈平和胡麻子借着这个机会，迅速地拉开了距离，消失在了密林深处。不知奔逃了多久，直到再也感受不到身后的气息，陈平和胡麻子才在一处隐蔽的山涧旁停下。两人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浑身都被汗水湿透，身上的伤口在冷水的浸泡下传来阵阵刺痛。总算是甩掉他们了。胡麻子灌了几口山涧水，冰凉的泉水让他精神一振。这黑煞魔宫的人真是阴魂不散。陈平靠在一块岩石上，运转灵力恢复着消耗的真气。完颜眉头微皱，他们既然敢追杀出来，说明幽月已经彻底撕破脸皮了。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，不仅要提防黑煞魔宫和黑风寨的人，还要小心其他参与过当年灭族事件的势力。陈平，你识海中的那个魔头呢？这家伙怎么也不管你了？胡麻子十分奇怪地问道。陈平可是在体，如果陈平死了，赤云魔君的神魂也就完蛋了。可是陈平接连遇到危险，赤云魔君却根本没有动静了。我也不知道呀。陈平皱着眉头，尝试着再次喊赤云魔君前辈前辈，可是一连喊了好几声都没有回应。估计这家伙装死呢，我们不能指望他了。陈平说道。你的火麒麟呢？可以把火麒麟召唤出来。胡麻子知道陈平还有后手，火麒麟、神王弓都是杀手锏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用的。不过那些黑煞魔宫的家伙再敢穷准不舍，我就用抽魔鞭试试，也不知道抽魔鞭能不能对付天界的这些魔修。陈平说道。毕竟抽魔鞭是在天人界得到的神兵，能不能对付天界魔修，陈平没有把握。毕竟天界的魔修实力都十分强悍，如果抽魔鞭的威力不够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胡麻子握着拳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甘。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一直逃下去吗？当然不是。陈平睁开眼睛，目光坚定。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必须主动出击。黑风老妖和黑袍人的话已经证明，当年参与灭族的势力不止一家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势力，收集证据，然后逐个击破。可我们现在连下一个目标都不知道。胡麻子叹了口气，九盘山周围势力众多，我们总不能一个个去查吧？不用。陈平从怀中取出那张兽皮地图，摊开在地上。黑风老妖提到过青蛇谷和黑煞魔宫有恩怨，而青蛇谷主已死，或许我们可以从青蛇谷的残余势力入手，打探其他势力的消息。他指着地图上青蛇谷旁边的一个标记，这里有个赤炼门，据说和青蛇谷同属蛇妖一脉，关系密切。青蛇谷主被杀，赤炼门不可能坐视不理，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，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。胡麻子看着地图上的标记，眼中闪过一丝犹豫。赤炼门的实力如何？我们现在的状态，赤炼门的门主据说也是地仙境3品修士，但应该比不上黑风老妖的师尊。陈平说道。我们不用硬闯，先在外围打探消息，若是情况不对就立刻撤退。胡麻子点了点头，
他知道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，只有尽快找到线索，才能为族人报仇。两人在山涧旁休息了半日，待体力和灵力都恢复得差不多后，便按照地图的指引，朝着赤练门的方向出发。赤练门位于一座名为蛇盘山的山脉上，山脉蜿蜒曲折，形似一条巨大的蟒蛇，故而得名。山上布满了茂密的丛林，随处可见各种毒蛇，散发着危险的气息。陈平和胡麻子小心翼翼地潜入蛇盘山，一路上避开了几波赤练门的巡逻队。这些巡逻队的成员都是些蛇妖，形态各异，实力大多在地仙境1品左右，警惕性极高。这赤练门的防卫比黑风寨还要严密。胡麻子压低声音，对着陈平说道：“看来青蛇谷主被杀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，他们加强了戒备，这样正好说明他们对黑风寨的举动很关注，我们更容易打探到消息。”陈平说道：“我们找个落单的蛇妖抓来问问，